现在这个炸的就是把我家这个玻璃基本上就是都已经炸碎了，这2个屋特别严重，然后加上这个屋。男子的一个骚操作，直接把自家房屋给炸翻天，不仅房子被炸得一片狼藉，就连家里的老人孩子也被炸伤了。而男子却表示，这一切都和在商店购买的冷冻液有关系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镜头前的男子名叫华先生，他表示，眼看着将近年底，一家人便想外出打工来赚些年货，但考虑哈尔滨的冬天实在太冷，如果家里没人生火，把暖气冻坏了就太不值当了。正当全家人一筹莫展时，邻居却给他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表示只要向锅炉里加入汽车所用的防冻液，就可以避免暖气被冻坏。这个防冻液换的时候吧，是需要先把锅炉里边的水全放干净，然后再往里边加入这个防冻液。华先生见邻居说的如此专业，便相信这种办法一定有效。随后他便去村子里的商店买了2大瓶防冻液，心想着整个冬天的暖气肯定是不愁被冻坏了。事后华先生加到了暖气供热的供暖炉，可没过一会，供暖炉就传来异响。华先生母亲刚想打开厨房门一探究竟，结果下一秒供暖炉就发生爆炸，瞬间整个屋顶都被炸飞出去，全屋上下都变得一片狼藉。现在这个炸的就是把我家这个玻璃基本上就是都已经炸碎了，这2个屋特别严重，然后加上这个屋。当时的爆炸力非常凶猛，华先生的母亲和儿子全被炸伤。华先生因为所在的房间距离厨房比较远，所以才逃过了一劫。还好母亲和儿子经过救治后，目前已经并无大碍，但他们身上的烧伤还是令华先生既心疼又自责。在他看来，正是因为向锅炉内添加了防冻液，所以才引发了爆炸。随后他便找到邻居，质问对方这到底是什么馊主意。可邻居却表示，他们曾经也这样尝试过，并没有发生过爆炸情况，可能是防冻液质量不合格才引起了爆炸。加的这个防冻液可能是什么东西超标，或者是什么东西不符合规定，然后引起的。华先生觉得有道理，于是便将矛头对准了村头商店，要求老板娘赔偿他母亲和儿子的医药费。他认为从商店买到了劣质的防冻液，因此才引发了爆炸，于是便带着媒体找到了商店老板娘，要求老板娘对此做出赔偿。最起码你简单道理得懂，它是防冻的，不是耐高温的。我们不可能去告诉任何一人说这个东西可以往锅炉里加。据老板娘所述，这防冻液本来就是用在汽车上的，可华先生却用在暖气锅炉内，这种做法本来就是错误的，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他知道华先生当初买防冻液是想倒在锅炉内，他肯定不会卖给华先生。如果华先生偏要让他承担责任，就要拿出相关依据。他说是我造成的隐患，他可以拿出有关部门鉴定，确实是说的在我这买的防冻液造成的隐患。在华先生看来，这2瓶防冻液根本没有生产厂家和日期，摆明了就是三无产品，肯定是引发爆炸的关键因素。于是华先生便找来鉴定部门，来到商店进行鉴定。而事实也不出所料，这些防冻液确实是三无产品，但至于是不是引发爆炸的关键因素，还需进行进一步检验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大家也不能效仿华先生的行为，以免给家里带来安全隐患。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